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档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最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净土教言。那么净土教言当中呢，昨天前面也引用了很多的教程，就先讲了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殊胜心，这方面也讲了很多道理。那么今天呢，继续讲着，若有人闻，经中也宣说了，需要积累无量资粮，成就誓愿的因，主要依靠积累资粮。如果不具有广大积累资粮，那么虽然发了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愿，也不能往生就是清净的刹土。他这里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引用的教证当中也比较明确，这个佛经里面呢，很明确的宣说了往生极乐世界必须要积累这个资粮，而且积累三根资粮，前面四种因缘当中也讲了。然后呢，这个成就发愿，就是要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要发愿，但是发愿的主要呢，要依靠这个积累资粮。如果没有积累广大的资粮的话呢，我们虽然已经发愿，但往生极乐世界很困难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仅仅是念一点佛啊，发菩提心啊，或者是我要这个往生发愿呢，不一定在实际行动当中，做广大的布施啊，做供养啊，等等等，就是应该是有很多的这种功德啊，就是有福德资粮方面呢，应该就是具足这个广大的资粮。如果不具足这样的话呢，可能是仅仅是一个发愿呢，仅仅是发菩提心呢，不可能往生吧？就很多人是这样这个想的。那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就下面呢，就是驳斥他的观点。一般来讲，成就誓愿的因是积累资粮。一般来讲的话呢，当然也是我们要这个成就一种誓愿。比如说我今天呢，就是发愿我要往生极乐世界，或者我发愿呢，就是生生世世当中，就是以这个出家形象来利益众生呢。发这样一个愿的话呢，首先是必须要积累一点这个资粮，就这是不可缺少的。就平时我们对这个供养僧众也好，我以前也不是讲过吧，我们这个平时呢，在这个佛像面前，或者是在去一些深山也好，拜见一些高僧大德也好，应该自己呢，就是在这个高僧大德和殊胜的对境面前，要发殊胜的誓愿。发殊胜的誓愿的时候呢，凭自己的这种这个财力啊，凭自己的这种心性的力量呢，应该就是哪怕是公益之相啊，以这样的一种能力来这个以这样的一种因缘来这个发愿。比如说我今天呢，就是在僧众里面就是发愿的话呢，那么给僧众呢每一个人就是分一颗糖啊，就是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财物呢不一定要就是特别的丰富，就只要有一个发愿的素益啊，就是发愿的依靠处。这样的话，这个发愿呢，就是更加这个殊胜。以前我们学过的很多的，比如说白玉经啊、白夜经啊，还有一些这个仙玉经啊，很多的这些经典当中的话呢，就是发愿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就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功夫啊，或者是有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们平时呢，也是这个成就誓愿的话，那就是积累资粮还是很重要的。但是积累资粮呢，其次也是因众生的业力、根基、缘分的差别而有，死后立即往生的，或者是他是这个往生的，有两种情况。所有的积累资粮的人，全部是不是能往生极乐世界呢？也不一定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的业力也是不相同的。有些众生呢，就是在基层当中，可以说前世的很深重的业力呢，基本上都已经忏悔完了，就是已经很清净的了。有些众生的话呢，那么这个多生累劫当中，在阿赖耶上面积累的罪业就相当的就是深厚。那么我们基层当中呢，依靠再怎么殊胜的对境的话呢，就是这种业力也很难以这个清净，很难以转变的，业力也是不相同的。然后这个每一个众生的根基也不相同的。有些这个众生的根基的话呢，因为他几个前世积累资粮啊等等，就是这个缘故，基层当中呢，不管是他的心根、慧根、心根、念根等等，就是这些根基呢，就是很殊胜的啊，就是遇到一点点的因缘呢，就马上会这个成熟的。有些根基呢，就是特别的差劲，特别的低劣，
这样的话根基也是不相同的，还有一些这个缘分也不相同的。有些众生呢，比如说依靠这个净土法呢，就是确实是对这个净土法有一定的这个因缘，就是马上能往生啊，马上能这个成就，也有这种。有些呢，虽然这个净土法呢是特别的殊胜，但是呢，以净土法呢不一定获得成就，依靠什么其他的这个禅宗法，或者是密法，或者是以其他的一种修法来这个成就。所以每一个众生的根基、依乐、缘分都是不相同的，有差异的。这样一来呢，表面上看呢，就是我们这个很多人呢一起积累资粮，但实际上呢，几生当中的有些根基也是不相同的，来世的一些业力啊，就是这些也是不相同的。这样一来呢，那么就是有些是适合呢，就是一定会是有往生的，这种情况也确实有的。那么有一些的话呢，这个来世往生的就是几生当中不能往生的，中阴的时候往生，或者是来世往生。有些呢，来世也不能往生，暂时可能堕落或者是转生到其他这个世界当中，最后呢，就过了很多年、很多劫以后呢，就是才能往生的。就是所以我们众生的这个界性不同的原因呢，就众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是一定的就是所有的人呢，就是不能这个一概而论，就是不能我们这个比如说在现在这个经堂里面呢，就是有几百个人只是听课的话呢，每个众生的根基都是不相同的。有些呢，从那个就是自始至终吧，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听得很专心的，一直是心里也是每一个问题呢，一直就让那个专心的听着的。有些众生的话呢，从开头到这个现在就可能包括这个一节课当中的话呢，他也许什么道理都不记住，什么道理反而呢也可能对那个这个说法者对这个金刚道友呢是那个邪见嗔恨心就是造各种各样的这个业力，就是有差别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是我们一起听课的，就是你成就的话呢，我也成就，必须这样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这个上大学，同样上大学的话呢，有些已经就是就变成了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有些呢马上这个犯法以后的话呢，反而那个就是这个犯法，就是这个关在监狱当中也有。以前中国佛学院的是有一些法师，他们给我们也是这么讲的，就是他们毕业以后的话呢，就是有些就是当那个就是寺院的这个方丈就是寺院的大和尚，就是已经这个弘法利生，就是利生事业非常广大。有些的话呢，就是下来以后就是还书然后买毒药就是最后呢判死刑也有这么这个特别悲惨的下场。所以我们这个不能就是全部呢就是一起这个因为积累资粮的这个有不同的这个差别。然而，如果居住强烈的信心、希求心，不依靠其他，便可圆满一切广大资粮之因。所以，我们对这个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呢，就是如果具有特别强烈的信心和希求心，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有信心的话呢，他肯定会观想观想以后呢，还有就是有这个希求，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这个相当重要的就这个很重要的。不依靠这个其他因缘的话呢，实际上是你不用这个天天的去，我要去化缘我要为了往生极乐世界，我要这个开始上供下施然后所有的事情全部放弃，就是到什么城市里面去说是我是某某某某上师的化身某某上师给我委托，就是一定要有很多很多钱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就没有必要这么说。就是为什么呢？你只要这个有强烈的信心，你只要有一个就很迫切的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意乐的话呢，那么就不依靠其他，也在这个心态当中是可以圆满广大的资粮因就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往生净土的话呢，也不一定要非要就是做一些这个形象上的一些功德就形象上的如果功德什么都不去做的话呢，好像我这个人特别穷，我这个人很可怜，我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凡是听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名号之而往昔必定是积累过广大资粮的，就是这是佛经当中也可以。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都已经这个听说了阿弥陀佛的这个修法，阿弥陀佛的名号，参加极乐法会，就是前一段时间吧，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呢，大家也开了这个极乐法会，就是所以呢，凡是参加的，凡是听到这种名号和咒语的人呢，真的是以前呢都积累过这个很多的广大的资粮，就是才能今生当中呢有这个福报。佛经当中这样讲的：未来时知佛法灭，阴魔至简。对于广大这个于此广大法门，诸佛也赞叹，诸佛皆赞扬。所以佛陀在佛经当中说，这个佛法还没有阴魔之前的话，凡是这个净土宗的广大法门呢，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佛呢，就是一直赞颂这个净土法门；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佛呢，就是一直这个赞扬就是称赞这个我们这个净土宗的法门，诸佛皆恩赐。那么这种法门呢，实际上以前这个诸佛心里的这种净化，就是他们呢，就赐给我们众生的，就是恩赐于我们众生的。此法能速成一切众者，如果这个好好修持的话呢，今生当中一定会获得这个佛的这种智慧。而闻此法的一切众生获得极妙善，生起诸善根，往昔侍奉过如来，得到佛的价值。所以凡是我们听到过就这个这个往生法也好，净土法的这些所有的众生的话呢，那么以前呢肯定是积累过很大的这个广大的善根，生起呢就是善根，并且以前在不管是任何一个如来面前呢，就是都称示过如来，供养过如来，医治过如来，而且得到过这个佛的教子。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现在很多人呢认为是我偶尔路过的时候呢，好像是有很多人在念佛，就是我听到了这个念佛的声音呢，很多人是这样想，实际上确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哪一个这种因缘的话，并不是就是很巧合，或者是偶尔的因缘呢，就一种这个碰巧，并不是这样的就真正的自己的这个善根成熟以后呢，你也许你当时你没有什么意念。我们在这里有些人的这个出家，有些人的这个学佛的话呢，就是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偶尔的机会。以前我们这个写《支海兰花》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这是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去寺院里面看看什么书或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机会很多人都从这个语言的表情上看呢，好像是就是并不是特意的，但是呢好像就是碰运气，就是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当时呢你这个成熟因缘呢有可能不同的，有些呢就是通过吵架，就是然后跟家里吵架，升起很大的嗔恨心，就是然后呢就是想出家，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你的这种善根这个福德呢以这种方式来这个成熟。刚才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就是占用了20分钟就是20分钟，然后他一直讲我跟我的这个就是有一位居士，就是说是我跟我那个男朋友已经这个吵架了，我现在一辈子当中今天那样从来没有痛苦过，我今天是特别痛苦就是上师你一定要帮忙。我说是我这些呢就是也没办法给你帮忙，就是怎么样，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很大。他说我现在已经这么大的这个岁数，已经这个将接近30岁了，但从来没有今天那样的伤心过，你今天一定要解决我的问题。然后我让他讲一讲，就是结果讲了也是没有什么可听的，就是他自己认为这是特别重要的什么，他说是什么，就是现在没有打电话已经4天了，就是我不想打，他也不给我打电话。他觉得是这个问题是很重要，但我觉得是，我说你发菩提心可不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但是我不想，如果打电话以后会这样发生很多的事情，那这样的话也是很麻烦。那我说是你不要打电话，过2天会给你打电话他说这样也不行，我晚上睡不着。我说是不是我？所以后来他说我要不要想出家，就是我说今天最好你不要想出家，过2天再说。有时候呢，真的这种善根因缘善根因缘是有可能不同的方式来这个出现，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这些呢，就是并不是这个偶尔的因缘，就是尤其是我们听闻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呢，真的，就是在这里也讲了，就是已经这个以前在过去的时候呢，就是肯定是依止过如来就是依止这个什么这个恭敬依止过如来，所以我们就是不要认为是我好像在以前释迦牟尼佛也好，以前其他佛面前呢，如果就是见过他们呢，如果当过是他们的这个使者的话，我现在的已经成佛了，也并不是这样的。很多这个众生的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漫长的这种轮回生涯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只不过是我们入言呢，就是不能这个回忆而已。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听闻佛法的人的福报那么大。耳闻佛号，应当生起欢喜心，获得广大殊胜的喜乐。所以，我们精神当中呢，真的这个皈依了佛门，听到了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名号呢，大家应该内心当中就是生起欢喜心，就是光是讲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大家特别高兴，这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但我像是真的这个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是这个就这些呢在我们多生人界当中是非常难以不幸当中的万幸，也可以说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这个自相续当中也是烦恼深重就是贪嗔痴的这种痛苦，贪嗔痴的这种折磨也是很严重然后自己的这个生老死病也是没办法这个应付等等，有很多的痛苦。但一方面讲呢，我们在这样的这个魔化时代呢，遇到这么殊胜的法门时，也是非常的荣幸，应该这样想。应当生起欢喜心，并且呢，我们也应该受持奉诵精通，为他众广说欢喜修持，就这是很重要。这个净土法门的话呢，自己以后弘扬的过程当中呢，也不一定要弘扬这个密宗，就是有些人说我现在和密宗也是别人不接受，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法呢，想弘扬也没办法。但是如果根据情况，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点弘扬的能力就是有这样的话，那就是给别人面前，就是哪怕是念一点这个佛号，就是这样也可以。如果我们以前也讲过，如果这个人当中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呢，夏天就是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小虫有很多的一些胖生或者是有一些菜市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些众生面前念一些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宝积如来的名号、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在这样的话，这些众生都会这个获得了就是从此以后呢，不会转到这个恶趣当中，就是真是有这样的功德。如果我们这些都不承认，所有的学佛全部都。就是一种言辞上或者理论上的话呢，那我们不是真正的这个皈依佛教的这个佛教徒，就只不过是一些这个怎么说就是研究佛教的一些人士而已，就是这样没有多大的意义。应该这样，在实际行动当中，所以我们这个学佛呢，有时候实际当中，实际行为当中的话呢，弘扬佛法应该有弘扬佛法的一些这个方法，就是不一定要弘扬佛法，一直要有一个这个特别好的道场道场里面你一定要当方丈一定要做什么这个才可以这个有弘扬佛法的这个能力，并不是这样的。尤其是自己没有谈什么就是名为利养在这种情况下是在随时都是可以有亲近的心，有亲近的心的话呢，哪怕是你那个坐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的话，那就是旁边也给他耳边就是念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说3遍，说7遍的话呢，对这个人呢，虽然他没有这个听书的这种意了，但实际上在他的这个耳根当中呢，已经种下特别殊胜的一种善根，就是所以这方面呢，大家也应该就是相信。他这里也是这样，这个应该欢喜修持，甚至善行做供养，也会获得了众多福德不可胜数。所以他这里阿弥陀佛的这种法本，阿弥陀佛的这种什么这个弥陀经就这些的经典来，就是可以这个积累很多的福德资粮，还有。佛经当中也这样讲的：若不积累福德，不会闻此法；成就菩萨者，必将闻此语。如果没有积累资粮的话呢，那么我们根本就是听不到这个法语。今生当中已经这个成就的这些菩萨者的话呢，那么就是必将会就是已经这个以前有了这种善根的，就是这些发心的菩萨者呢，才能闻得到这样的佛法。有云：何人听闻此圣法，一念三世得欢喜？就是任何一个人呢，就是听了这样的法的话，实际上是他已经随念了这个佛陀，已经这个观想了这个佛陀，就是光听到耳边的话呢，也是获得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6种岁念当中，岁念三宝，岁念次级不是天尊啊，就是有这样的。那么随时呢，我们这个岁念就是三宝的这个功德，你们也是最近刚在这个学，就是所以真的这些呢，作为我们这个三宝的弟子来讲，是时时刻刻都是岁念三宝，岁念布施和次级，还有呢，岁念天尊啊，就是天尊是指的是如此佛法的所有的。被就什么这个护法神啊，就是天宗啊，就是贵僧啊，就是如此护法的这些所有的宗类非人呢，都可以包括在里面。应该我们随时的是要就是随念他们的恩德啊，就随念他们。我都有时候想，现在我们这个维远这么多的一些时代当中的话呢，我们的闻思修行呢，已经在这么多年以来，就是可以说是非常顺利，就是这也是护法神和很多三宝的价值。一般来讲的话呢，可能在别的地方就是给10个人传法，也有时候是特别这个困难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他们的三宝的他们的价值的话呢，很难以这个形成的。那这里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这是这个佛陀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佛陀的这个一念就是三世，一念佛陀得欢喜，何人称喜？佛菩萨必当过去为我有。那么我们基层当中对佛对菩萨呢有一定的信心的话呢，说明这个人呢以前就是成为这个佛陀的道友，佛陀的这个眷属，佛陀的弟子，已经有这么好的善缘。根据此等神教所说的意义，可以推着经文经僧当中，就如今二闻佛号当十分难得，如获如意宝啊，就是获得如意宝。获得这个宝藏一样，就是获得宝藏。由此可知，往昔积累过广大资粮。说我们经僧当中听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或者是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话呢，那么就这并不是很容易的，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呢。应该是这个以前呢就是积累过很大的资粮，而且经僧当中意义也是特别大的。我们有些人呢，好像得到一点这个宝藏啊，就是一些钱财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觉得是我今天就是运气很好，我得了如何。前一段时间那个我看见一本书里面说是美国有个这个。好像有一个人得奖，就是人民币20多万吧，就是大概是得了这么多，然后大家都觉得是他很了不起，他自己也是特别开心。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在别人面前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话呢，大家都觉得也没有什么，这是正常现象啊。实际上，真正从价值方面来讲，是谁的这个有价值，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因此，我们也应该可以从推理的话，推着往生往昔积累过广大资粮，并且可以推着将来必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基层当中对往生极乐世界有一定信心、有一定兴趣的话呢，将来也是一定会是往生的。所以呢。我们精神当中呢，遇到这样的这个法，也是特别的舒适。以前上师如意宝，在那个他的根本上是拉玛罗住，就是他也是给他老人家讲过，你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好好的弘扬这个净土法门，凡是与你结缘的人呢，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个以前上师也是亲自这样说过。然后呢，他的专辑当中也是有的，就是方便的时候呢，你们也可以，他老人家的专辑当中也是有的。所以我们从直接和间接呢，就是对这个上师也结上了非常殊胜的因缘。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呢，来到这个人间也是确实非常可惜。所以我一再想，就是我们呢在座的人，就这次我们这个听闻净土教研的所有的人呢，就是我们也一起发愿就是跟着这个上师如意宝呢就是一起就是这个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呢，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如果每一个人就是从发自内心的这样发愿的话呢，我想是诸佛菩萨的这个金刚语呢，就是不会欺骗我们的就是哪怕是天垮下来的话，那就是也不会欺骗我们，不会欺负我们的。因此呢，我们自己呢也应该就是不管是我们这个现在在座的这些也好，以后我们这样的这种发育，就是谁听到的话呢，当下大家这样发愿，我想是上师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的发愿力和智慧力呢，也是这个无法言说的。因此，依靠这样的这个殊胜因缘呢，我们也并不是没有因缘的，已经有了这么殊胜的一些因缘。阿弥陀佛的有关观顶也好，修法也好，我们就是个念诵也好，然后这方面的话呢，就是也努力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最关键呢，就是自己要这个发愿。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发愿，光是耳边听到，这样的话是不一定能往生的。就是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以后
就是以后从那个现在开始呢，就是我们也遗弃这个法院因为我们这个人生呢，就是短暂的这个几十年是很快的时间都会过的，再过20年的时候，可能我们这里的一半的人都已经离开这个人间了。在20多年前的有些今天的时候，我跟我们这个学院的有些堪布霍夫一起在这个就是有些谈话的过程当中呢，就都能发现，以前我们10多年前在这个上师如意宝一起在那个经堂里面就是听闻佛法，就是不是那个在上师面前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在场的一些好多老堪布的话呢，现在只有剩下几个了，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离开人间了。说我们这个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就现在世界上的人们都根本不知道，每天都是搞事业，每天都是搞工作，搞那个家庭的各种各样，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但我们处在这个激进的山里，应该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这个打算，就是所以说呢，大家应该能不能这个发愿，就是离开这个世间，就是舍弃这个入生的时候呢，应该就是祈祷阿弥陀佛，好好的这个就是当下呢，就是自己的心应该专注就是专注，就这一点大家应该发愿。就是就摩诃仁波切这里也已经讲了，就是宾可退之，因为我们现在有一定的这个殊胜的因缘，那么就是必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就这是没有任何这个怀疑的，就是一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否则不仅我们就是这个是摩诃仁波切也是通过推之而了之的，并不是就是限量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不仅是我们这些凡夫不能了知自己的，这也是一种退之。如果没有退之的话呢，就是不要说是我们这些凡夫人，就是凡夫人了知自己的前世后世的情况如何，有没有这个解脱一切这个种子的这种缘分等等就这些都是我们凡夫人是很难知道的就凡夫人是很难知道的。而且大阿罗汉也是不能如实了知他人的相续，如化界施主的善根大阿罗汉目犍连当时也没有知道的情况一样。是这样的，应该说是我们通过推知来知道往生极乐世界是没有任何怀疑。当然，只有这个推理，并不是说是限量见的。当然，摩诃仁波切他这里呢，也是一个这个比较谦虚的这个语言来说，是我们现在这些人的话呢，自己的这个前世后世到底是后世是怎么样，前世是怎么样，这些都根本不知道。不要说我们不知道，就是释迦牟尼佛身边的阿罗汉。目犍连的话呢，当时也是他就是看那个化界施主的这种善根的时候呢，当时没有发现，就是当时这个没有这个发现。以前呢，就是下面也有一些注释，就是然后注释的可能说法有一点点不同的，但实际上就是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当下就是马上有这个获得阿罗汉的这种善根有没有呢？就是当时阿罗汉也是他不知道的，有些是时间就是太过长有些是距离太遥远了。就这是我们以前讲成吉宝珠轮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已经说过了，不在这里谈。所以通过推知的话呢，我们一定会是往生的。真正让先念知道的话呢，那别说是我们就是阿罗汉的话呢，亲自让见到众生的前期后期是相当困难的。就是唯一佛陀呢，就是才能照见众生的一切前期后期的意思。由于众生的业力、缘分、根基各有差别，所成就的果也是不相同的。每一个人呢，他们这个法缘也是不相同的。然后刚才我们前面就讲的一样的，业力缘分根基各有这个差别，所以有些呢就是想获得这个阿罗汉果位，有些呢就是想获得这个菩萨的果位，有些呢就是想也不愿意离开这个世间，就是一直住在这个世间。就是所以每一个人的发愿你不相同呢，大家这个所成就的果也不相同的。但若具有强烈的信心若具有这个强烈的信心和希求心的人，则可退之，并非是无有缘分者。我们对阿弥陀佛有没有缘？很多人是这样讲：我这样往生极乐世界有没有缘分？我现在学密法有没有缘分？我现在这个如何做什么事情呢？有没有缘分？其实很多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基本上给别人回答的时候呢，看你对这个法门有没有信心。有信心有缘分。有些人说我现在学密宗有没有缘分？然后我就回答是就反过来说，你对密宗有没有信心？有信心说明是有缘分。然后有些人说上师我对你有没有缘分？你对我信心有没有？有的话那有缘分。
这样说的话就是稍微好一点，不然我也不知道是他对我有没有缘分，然后这个人对密宗和对净土法门呢有没有缘分也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这个应该从这方面来，就是看对这个净土宗是真正有信心呢，有希求心的话呢，肯定是有殊胜的这个因缘呢。有些呢听到这个二遍的话呢，也有一个因缘，但是这种因缘跟刚才有起心性这两个因缘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就是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呢，他这里呢，是这样讲的：对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生起信心，也可成就广大的经验。所以，我们前面的这一段话呢，主要讲这个对阿弥陀佛和对极乐世界生起信心的话，那就是积累资粮然后呢，就是亲近这个罪障就亲近罪障。如前面经中已经宣说了，此生果茶树是成熟。满宝做布施的功德当之理，因为我们前面引用这个净土经的这个校正吧，就是净土经的校正，然后整个3000大千世界编满这个珍宝上供下施的功德和，然后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而合掌，这个功德两个相比较起来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就是听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或者是对阿弥陀佛一心专注的发这个清净心的功德大，就是这些教理呢，就是全面已经讲过。此外，佛经中说，就是应该这个地方这样说。此外，这个佛经中说，听闻30名号者，菩提道中不退转。这个问题我们前面也讲了，来至菩提国之间获得不往陀罗尼，就是逐渐呢，就是这个人也是在来世菩提国之间是一定会是获得不往陀罗尼。有所不转女生获得种子，此凡经性转贵族，获得殊胜三摩地等。那么这个听闻这个阿弥陀佛名号的这些众生的话呢，那么从此以后呢，就是不会这个转这个女生就是不会转。极乐原文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不为就是不转女生转贵族，生生世世觉境界，就是生生世世当中具足那个清净的戒律，就是前面极乐原文当中也是第念30阿弥陀，就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寄送吧，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如果我们听闻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名号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从此以后呢，就是现在这个很多女人的这种地劣的这种身体呢，会这个舍弃的，然后从此以后呢，就是再不会转生这个女人的身体，然后呢，这个不亲近戒律的人也好，或者是生生世世愿意就是亲近戒律的话呢，听到阿弥陀佛名号以后，诚心诚意祈祷阿弥陀佛，那么从此以后呢，生生世世当中世世代代当中转生为这个亲近戒律的人，也是这样这个。净土教言当中，极乐原文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我们平时呢，一般时间当中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女人的这种烦恼也是比较这个粗大，然后这个地位就是身体也是比较这个下劣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没有这个自由就是修法呢，就是心不堪能等等，有很多的这个违缘。所以呢，在佛经当中经常也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转生这个女人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过失就是过失。那么阿弥陀佛的应该是22愿，还是在那一个里面，就是那个里面也已经讲了，就是听到阿弥陀佛名号以后的话呢，那么以后呢，就是离开这个身体，就是转为这个男生，就是也有这样，就是阿弥陀佛当时在发愿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22愿吧，就是记得不是很清楚，应该是这样。有这个发愿的就是有这个发愿的当然这个所有的女人是不是不好呢？就是也并不是这个意思。强门仁波切的极乐原文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有些这个女人呢，比如说这个具有知足少欲知禅这个羞愧还有一些这个具有智慧背信的，像这样的这个好的一些女人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100个坏的男人也是比不上1个好的女人。他们很高兴。安慰，就是因为真的是就是所以那个什么极乐原文里面好像记得这样说过吧，是吧？有没有有对。
试一试啊，就是现在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坏男人，就是特别多的。那么这些这个100个不要说，我觉得是拉群众仁波切说的那个，就是有点少了，就是1000个也不行。1000个也不行，还要他引用了一个校正，什么身体低劣，境界高，就是虽然这个身份呢很低劣，但是这个什么就是那个就境界很高，就是境界很高的话呢，很多的一些坏男人也是没办法比。也是这个意思，不管怎么样呢，就是阿弥陀佛也是当时是，这样的。去年有一个人不是问嘛，有一个大学生问啊，就是为什么你们佛学呢给我们这个女人有点这个欺负，就是这个佛教也是有一种重男轻女的思想让很多呢就是好像那个好像当时他问的什么问题啊？后来我说是不一定是佛教，就是实际上这个你们女同志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是180多个国家里面，就是有多少个女总统？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人的这种能力啊，就是这些方面是有限的，就是所以也不一定是坏，就是所以有些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那真的以前从佛教的历史上面讲的话，那就是在女生当中也是这个成就者是非常多。佛法女生的角度来讲，也是同样的，只不过是佛陀呢，确实是有些这个就是在这个生理上啊，就是对这个根基上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过失，就是所以呢，就是严厉的牵制的原因也在这里。是这样的，然后呢，就生生世世呢，就是专于这个归宿当中，还有呢，就是赐那个梵经信啊，就是数次这个一字是数那个清净的戒律啊，就数一字这个数清净的数清净的戒律。所以我们平时呢数清净的戒律的话呢也要这个祈祷阿弥陀佛，然后呢就是发愿，就是这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实际上数持清净的戒律的话呢，以前也有这样的公案就如果我们专身于特别富裕的家的话呢也不行的，特别贫穷的家也不行。以前在那个印度，应该是在印度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呢就是他行持这个废法来这个治国。后来这个太子的话呢，他心里面想，如果我长大以后还继续带这个王位的话，那我也跟我的父亲一样，就是搞一些这个非法的事业来，就是护持国家。所以后来呢，就是他特别想那个出家，但想出家的时候呢，就是父王一直没有这个开学。他说是我们这个家里有这么多的财产，这么多的这种这个什么，就是一些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你这个出家是肯定不能的，就是所以不让出家。正在这个时候，有一次呢，他就看着拉着棍棒的有一个乞丐，然后乞丐呢，就觉得是当时这个王子呢，就是一看的这个乞丐是肯定很自由自在的，就是很快乐，他就跑到哪里去问你为什么是不出家？你看你很自由的。他说我很想这个出家，但是呢，我就没办法那个就卖什么钵盂啊，卖袈裟啊，就是这些一分钱都没有，就是所以我现在太穷了，没办法呢。后来那个王子呢，他说你出家就是没办法，你出家我现在出不上家，然后你那个就孙远呢，我跟你可以创造，就是然后卖钵盂啊，什么卖袈裟啊，就这些都是现在我们实践当中也是有些老板也是这样嘛。我现在不能出家，不能修行，你帮我去到佛学院去，让我给你每个月给这个200块钱，然后你给我多回向，是不是一个人开始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不是吧？所以当时呢，那个乞丐呢，就是也已经答应了，就是乞丐答应了以后呢，确实他出家，但是这个王子呢有一个要求，他说，这个你如果得到一些这个超生的一些功德的话，那你还是告诉我。后来就是他到这个出家以后，就是精进修持，后来获得阿罗汉果位。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他就问那个，就是你看怎么样？就是他说我已经获得阿罗汉果位了，所以我已经获得了这个殊胜的功德。我今天呢还是转告你，就因为我的这个功德的来源呢，还是你的这个供养是离不开的。当时呢，就是他们就是发了一个愿，就是发了一个什么愿呢？就是说是那个我们这个藏文当中呢，还讲修不清的呢，我如清的没接上，外面清的今天讲道德了胸托不了修，就是他意思呢，就是不转这个贫穷家，就是也不要这个不生这个富贵家，就是不生富贵家，不生壮贫什么这个贫穷家，然后为生这个中等家，
很长的出家，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计算就是意思是愿我们生生世世当中不要这个转生在特别富贵家里去，也不要这个转生在特别这个贫穷的家里去，就转生在一个中等的家里去，很长这个出家。所以我们平时这个诵戒啊，或者是在安居啊，在这个很多这个法院的时候呢，就是念诵这个是很重要的。后来就是这个法院的王子呢，就是我们这个应该是舍利子吧，就是舍利子就是转生为这个舍利子。所以平时的这个法院呢，也是应该这样的。那么《极乐原文》当中呢，也有这个就是阿弥陀佛面前那个祈祷，就是让自己呢生生世世的是发愿这个的这个出家，发愿呢就是这个没有这个往生之前的是的这个出家相，就是这也是这样的发愿也会容易这个成就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欢喜数次菩萨行，至于三喜三根当将得无量之功德。总之极乐世界的殊胜功德不可思议，往生到这里的众生都先见诸业菩提树往下的三世如来，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呢，当下就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让这个照见这个三世如来。然后先前圣者的端正功德，先前呢就是圣者的一切的这个断除一切烦恼所知障和这个获得尽所有者和也就是说不是尽所有者吧，获得这个菩萨的这种智慧就是人我和法我的这种智慧的功德。智慧的功德，均获得不推转过位。他这里的话呢，基本上讲那个获得了获得了往生极乐世界的话，那就是就获得了菩萨的过位就是全部具足超生其他菩萨的殊胜功德。那么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这些比丘，所有的菩萨的话呢，那么就具足就是非常殊胜的，就是其他的一般的我们的这个僧界性的一些菩萨的功德，就是根本比不上他们的这个功德，因为这是阿弥陀佛的这个48愿当中的好几个愿呢，就是应该是这个22愿当中，我记得是好像22愿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就这些愿当中的话呢，也是有的。然后那个就是获得了不推转过位，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全部是什么？就是全部通过这种方式来一生当中圆满真的获得难以思测的功德。就是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阿弥陀佛的眷属的话呢，都是这个得地菩萨就是我们现在暂时呢就是持这种观点，因为从这个他的发愿22愿当中的话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是一生不住，一生不住的话呢，在一生当中的马上这个获得了这个殊胜功德的，就是所以呢当然在这个说法上面呢，就是也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这个以前欧义大师的话呢，就是他说是这个平底的高位呢，就是他那个就平位的高低呢应该是与这个年富好坏有关系，就是以这样来说，这样的话呢也有很多代业往生的就是按照汉传佛教的有些道理的话呢，也这样讲的。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以前那个智平仁波切好多的话呢，也说这个极乐世界呢也有这个凡夫众就是这方面就是说法是比较多的，但是真正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往生的话呢，按照蒙峰仁波切的观点的话呢，应该就是获得这个菩萨位以上的这种圣者呢，就是可以这个往生的。从我们这个弥陀经和很多经典当中来看的话呢，也可以这样这个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到那里以后呢，就是六种这个神通就是全部的这个圆满的，然后这个所有的这种断除烦恼什么那个具足如何的功德，从那个弥陀经和这个观无量经很多里面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是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凡夫的这种怎么就平时的这个功德根本就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就是这种现象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推知就是可以推知。所以呢，当然在这个观点上呢，就是自己也是承认哪一个都是，我觉得也没有多大的这个差别。有些这个大师呢，就是说是因为那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发心的力量，就是所以呢，就是有这个品位呢，就是比较低的，就是有些也有这样讲的，就是所以很多汉传佛教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的讲法呢，也是不相同的。但这个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
到了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呢，就是当时有没有反复不知道。既然是有的话呢，就是到了那里以后，就是已经成了不退转了。从此以后的话呢，就是再也不会这个堕到这个人间当中来。有些法师呢，说是往生极乐世界以后不会堕落恶趣，就是但不做恶趣的可以，不堕这个路道可以。那么他们如果来的话呢，就是来的方式都是不相同的。如果来的话呢，就是当时应该在极乐世界专门为了度化众生，就已经毕业而来的，不会开除而来的。所以说，应该就是专门就是度众生而来的，并不是这个退失信息呢。就这种情况是，从这个大乘弥陀经典当中，大乘的这个净土经典当中怎么看的话，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不会有的。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在这个品位方面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辩论也没有多大的必要。所以说，如果有自力修持获得与极乐世界菩萨同等的功德，则需要经过无数的大劫。这也是完全是依靠佛陀的价值。如果凭自己的力量就是凭自己的力量要往生极乐世界，而获得极乐世界的这些所有的同等的这些功德，菩萨们的同等的这些功德的话呢，那经过无数的劫呢，才能就是可以的。我们短短的一生当中念佛根本没办法解决的就如果依靠自力的话，那就是根本是没有办法这个解决的。但因为依靠这个佛陀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发愿力，所以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业力深重的凡夫人呢，也是念佛就是肯定了往生的意思。但由于净土法具有信心、希求心的有缘者来说，依靠阿弥陀佛的殊愿和不可思议的智慧力，以及他的这个大慈大悲力，如被人牵法般的被接引到极乐世界，并圆满广大功德。他这里呢说是，如果依靠自己的力量的话，那根本没办法的。但是我们呢，就是对这个极乐世界有信心，有这个希求心的，有这么样的这个殊胜因缘在的话呢，那么依靠阿弥陀佛的殊愿和他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力，以及他的大悲力呢，就像我们这个从土法里面就是拉住了一样的，就是土法里面带着的话，那这个人呢，就是如果头发稍微长一点的话，那就是怪怪的，就是不得不跟着去，因为这个他拉着你的头发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痛，就是不管以前我的很小的时候，有些我们那里就是批读的时候批读的时候呢，他们好多那个公安局的人下来就是抓人的时候呢，就是从头发里面拉住了，然后那些人呢，就是一直规规的就跟着就是跑，就是跟着跑。就像是这样的，就是阿弥陀佛呢，好像我们这个头发里面拉住了，我们有没有头发也不知道。那后面的有一些人呢，有比较就是不是特别干净的头发有，然后那个怎么说就是就像是这样的，就是也就是说是一个强迫性的，就是特别这个强迫的那样，就是让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这是真的，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他力往生也可以说，自力往生也可以说。为什么自力往生呢？自己如果没有一种这个希求心就是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没有什么这个信心的话呢，就是从自己方面的缘分已经断了就缘分已经断了。所以佛陀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然后佛陀呢，确实是给我们这个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净土，就是这个是有的。包括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是在各种经典当中也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这种功德庄严，就是净土的功德庄严。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发愿，自己的因缘没有成熟的话呢，也没办法就是汉传佛教当中经常也是说是佛有不能的这个三种，比如说是一些这个业力呢，就是不能转化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就是什么你无缘的众生不能度还有什么对，这个众生是无边的，就是不可能度尽，就是对三种不能。三种不能呢，一个是没有缘分的众生是不能度的，众生是无边无尽的，就是不能度尽。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这个转化这个业缘，就是也这样的。所以我们自己呢，一点也没有信心的话呢，也是很困难的。但是我想呢，我们应该说，就是有一定的因缘，而且以前上师如意宝
去五台山呢，就是主要这个发愿，往什么这个念诵普贤行愿品呢，与他结缘的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当时上师也经常在课堂上不是这样的嘛，说是他老人家到那个哪里去，就是发愿的第一天呢，他想那个观察一个这种缘起，当时呢所有的僧众在念普贤行愿品，然后他老人家呢像那个我。就是上了这个发作的时候呢，也要观察，就是大家僧众在念什么。然后他老人家就刚刚那个发作上坐下去的时候呢，他就仔细听了一下僧众在念什么这个愿词。这个时候呢，正在念那个我既往生必过以先前成就此大愿等等，就是普贤行愿品的这些偈颂。后来呢，他想我这次这个到汉地来，这个凡是与结缘的这个众生的话呢，都让这个度到这个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因缘呢。就是非常这个殊胜，就是也这样说过。所以这也是历来的有很多高僧大德呢，就是观察这个深深的一些因缘方面，也有就是非常好的这个开端。所以我想呢，大家一定要发愿啊，就是这是我们这个自身的事情。但这个发愿的时候呢，我看这里已经讲了有心性和希求性。当然有心性和希求性，现在就是我觉得呢，就是心性和希求性，摩诃仁波切再三的也讲了。然后同时呢，也应该现在的要这个发菩提心啊，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呢，真的现在很多人呢，我在这个轮回当中很苦，就是听说极乐世界很庄严，很这个美妙，那么我一定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就是好像自己很想去享受，很去看一下，就像现在有些人到这个美国去，就是看一看风景啊，就是享受，有这种心态，就这样不好。就是我到哪里去是什么呢？并不是自己享受，一定要利益众生。以前上师也是经常给我们讲过，我们现在已经在诸佛菩萨面前已经发愿度众生，要度众生的话呢，我一个凡夫人真的度不了，不要说是别人，就我自己的这个度不了。所以我现在呢，依靠一个方便方法，一定要对阿弥陀佛结上一个很好的愿，然后我自己就是获得了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神通身变。就是然后呢，我度众生是就是人云之成的，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怎么样像度众生呢，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目的呢，并不是自己快乐，一定要就是度众生。所以这个呢，平时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呀，发这样的这个菩提心，我们平时在家里啊，就是应该这个观想阿弥陀佛的这个刹土啊，然后我要去往生啊，就是应该这样想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到哪里去。我为什么去呢？我并不是自己去享受，也并不是自己在那里这个躲避，就是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很酷，就是听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特别快乐，就是哪里很自由啊，就是天天的是不用做饭，不用剃须啊，哪里就是有什么都是。我们极乐原文当中也不是这样的吧，就是什么的这个随心所欲的获得，就是所以说，就是我这里呢，就是天天的是在那个什么就是剃须很困难的，我一定要往生，不要这么想，就是我要度众生。我要度众生，度众生的话呢，最好的这个办法呢，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先前那个我们的这个发愿，就是应该这样想，就这是最好的办法。当然，我们临终的时候呢，你就会不会想这些呢？这个很困难的啊，就这个很困难的。你想临终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来不及，我为了度化这个众生，我要极乐世界，就肯定不会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想法。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开。首先的是我目的已经这个就搞清楚了，这样想完了以后，当时不一定有这种心态，不一定有心态。当然很多法师们呢，对这个我也以前就是对这方面比较关心，比如说净空法师经常讲的时候呢，就是他也强调这个发菩提心。但是他老人家讲菩提心的时候呢，所谓的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清净的心，就是我们一心专注念阿弥陀佛呢，这就是菩提心，就是这样讲的。但这样讲的话呢，有没有这样的校正也不知道，也可能是可以，就是应该可以这样说。以前那个台湾的法藏法师，他讲的时候呢，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发菩提心是不可能的，就是主要是好好的这个念佛，诚心诚意的念佛。念佛完了以后呢，到了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有菩提心的人呢，就是他的品位是最高的，就是应该是这个上生上品。如果这个没有菩提心的话呢，就是能往生，但是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才可以这个发菩提心，然后呢，就是逐渐的上去，就是他们也是这样讲的。但这些佛经里面有没有我不太清楚，也许可能有吧，或者是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个言教的传承呢，有这种可能。不管怎么样呢，我是这样想的。首先我们
在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的时候呢，应该这样想：我要这个往生，就是有时候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修净土法门的时候呢，应该想你自己念诵的时候呢，也应该这样想，就是我一定要度化众生。这就是我在诸佛菩萨面前已经发了非常坚定的誓言。我要度众生的话呢，我也许刚才的话也是重复，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发愿的时候，我要度众生的话呢，唯一的依靠阿弥陀佛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身边力，获得了这个无量的这个功德。这一点呢，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讲过。但现在有时候呢，会以这个上师的一些语言的话呢，当时我们觉得是他老人家自己在说什么，好像自己在发言自己的事情一样。但现在看来的话呢，这些都全部变成了我们的这个事情。所以当时有时候上师呢也说，他老人家说我们这个，我现在呢就是每天都是好像啰啰嗦嗦，就是可能你们现在觉得是就是我的话太多了，但是我离开人间以后呢，就是也许你们觉得是我现在的话呢就是说的太少了，就是不够，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感觉。的确是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一想起来的话呢，是当时就是该说的很多呢，就是我们都没有记住啊，就是应该就是多说一点，有这种感觉。所以当时他老人家也是在显现上的时候说，我先到这个极乐世界，然后就是功德圆满的时候呢，才可以这个度化众生。我想他应该就是没有这种担忧的，但是他对后学者也是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大家也应该这样这个发愿，我们这个修什么其他的禅宗也好，大圆满也好，什么密宗也好，这些都是不相违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修，这是我们要认识本心啊、修行啊，这些都是一定要照样的修。我们对这个中观的问世啊，就是其他闻思修行都不能放弃，一定要修。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最后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度众生，就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确实是阿弥陀佛的这种加持力啊，就是让我们呢，就是很强迫的，就是只要有临终的时候有这么一颗心的话呢，就是强迫的这个会接引的，就是犹如贫人长久百般辛苦的虚拟财物，就是比如说一个贫穷的人的话呢，他在几百年当中或者是几十年当中呢，就是他就辛辛苦苦的积累了这个一些财物。而无法与突然获得如意宝的这个财富相比，就是一个人呢，就是突然就获得了一个如意宝，那么这两个能不能比呢？就是不能比。那个人是虽然很辛苦，虽然很痛苦，但是呢，他的财富毕竟是这个有限的。得如意宝的这个人呢，就是因为他的福报很大，就是他一点的没有这个辛苦，但是呢，他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也可以说是永之不尽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如果依靠其他法门呢，就很长的时间当中怎么样苦修，也是得不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功德。然后我们依靠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些人的话呢，短暂的功德短暂的这个清浊呢，就是也能获得殊胜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平时呢，以后回到哪里去的话，那对净土宗呢，还是一定要尊重自己呢，就是一定要有时候是念佛法。现在我觉得是汉传佛教当中有时候有这个毛病。一般这个念佛的人早上就是去看寺院里面去的时候呢，很多都有一些老年人，就是年轻人呢，就是觉得是特别不好意思不应该这样的，应该自己也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呢，到那个念佛堂去念佛啊，就是拜佛啊，就是功德那么大，就是为什么不去？就是没有理由不去。有些时候是我以为学藏传佛教的不用去啊。前一段时间我在光州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居士，就是然后我们这个说起所来的时候呢，他们说是我们这里也是没有什么密宗道场啊，就是所以白天都好像自己有时候看看书啊，有时候呢还是在家里就睡觉啊，就是一直就突然就这样讲。我说你们为什么就城中心有一个那个大富士，就为什么不去？它里面有那么多的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过，我们不是学密宗的。我当时呢，也就是说了，他们就是你们这个在别的地方要建立一个密宗道场也没有什么必要的，就是早上也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呢，应该到哪里去？然后他们说是，这些都是老年人，我们有点不好意思。我们说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而且这些学问确实是还是很高的，就是有好几个博士生，就是有一天来了一些博士生。然后我说你们不要认为是你们博士生，你们这个世间的这种博士这个学位的话呢，就是对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这个净土这个宗的一些这个深奥相比较起来的话，那没有什么的。你们不要说是自己认为是博士生就很了不起啊，就是应该到那个这个大富士去，每天早上去这个拜佛念佛，就是这个功德很大。当时他们就是点点头，好，这样说了。但是可能我看他们表情不会去的。
我是这类型当中真的这样想的，就是我们不管在哪里的话呢，还是就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就是这个这个佛家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我是仙宗，我是密宗，不管在哪里有就是积累功德、积累资粮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应该诚心修持，就是这是很重要的。因此，依靠众生的三缘和阿弥陀佛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智慧，而这种两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呢，极为难修圣道，也会毫无费力的成就着本来非常困难的一种东西的话呢，依靠我们众生的三缘和阿弥陀佛的这个疏远智慧，这两个因缘聚合起来的话呢，就像是刚才获得如意宝一样的，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应该能这个成就的。所以我们再三的想一想，就是看我们现在不会往生的这种有没有理由呢？就是没有的。佛的这种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众生的三愿力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两个因缘具足的时候，是一定会是往生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呢，肯定对阿弥陀佛和对这个佛陀有特别大的这个信心的人，肯定有的。有了这个的话呢，那肯定是能往生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的应该这个有一个深信不疑的这种就是信心，就深信不疑。就这样的话，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已经具足了。好，今天讲到这里。Sonam dei tanche thoganya tonne de jana pashi jirgana jirano chupai jupun sonen droa droa sho Bandangara Badna Asadardha Bandangara Badna Asadardha Bandangara Badna Asadardha